嗨，亲爱的书友们，欢迎来到书海时光，一个为你每日推荐好书的心灵驿站。赶快关注我们，一起畅游书海，让阅读点亮每一天的精彩。大家好，今天我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向你推荐一本堪称时代宝典的书籍《浪潮之巅》。这本书的作者是吴军博士，他是一位在计算机科学、人工智能、自然语言处理等领域有着卓越成就的科学家，同时也是一位极具洞察力的商业观察者和作家。他曾就职于谷歌、腾讯等顶尖科技公司，亲身经历了互联网时代的风起云涌，并以其独特的视角和深刻的思考，将这些宝贵的经验与智慧凝聚成了《浪潮之巅》这本书。你可能会问，为什么要读《浪潮之巅》？它能给我带来什么？在当今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我们每个人都如同置身于汹涌澎湃的浪潮之中，科技的飞速发展，行业的快速更迭，市场的风云变幻，让我们常常感到迷茫和焦虑。我们渴望了解这个时代的本质，渴望洞察那些站在浪潮之巅的企业的成功密码，更渴望找到自己在时代浪潮中的定位和方向。而浪潮之巅就像是一盏明灯，为我们照亮了前行的道路。它不仅为我们展现了互联网和科技产业的发展历程和规律，更为我们揭示了那些伟大企业背后的思维方式、创新机制和管理智慧。它就像一把钥匙，可以帮助我们打开通往未来成功的大门。让我先给大家讲一个名人事迹。在20世纪90年代末，互联网刚刚兴起的时候，雅虎公司如日中天，几乎成为了互联网的代名词。然而，有一位年轻人却敏锐地洞察到了互联网搜索领域的巨大潜力，他就是谷歌的创始人之一拉尼·佩奇。当时，雅虎采用的是目录式的网站分类方式，而佩奇则另辟蹊径，专注于开发一种基于算法的搜索引擎。在面对重重困难和质疑时，他始终坚信自己的理念，最终带领谷歌成为了互联网时代的巨头。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在时代的浪潮中，敏锐的洞察力、坚定的信念和敢于创新的勇气是多么的重要。而《浪潮之巅》这本书将带领我们深入探讨这些成功的要素。1. 科技浪潮的规律与趋势。《浪潮之巅》这本书最核心的内容之一，就是对科技浪潮的规律和趋势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阐述。吴军博士认为，科技的发展并非是线性的，而是呈现出一种浪潮式的推进方式。每一次科技浪潮的到来，都会引发一系列的产业变革和社会变革，并且会催生出一些伟大的企业和企业家。那么，科技浪潮的规律究竟是什么呢？书中提到，科技浪潮通常是由一些具有颠覆性意义的技术创新所引发的。例如，互联网的出现就是一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科技革命，它打破了传统的信息传播方式，让人们可以随时随地获取和分享信息，从而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结构。从心理学角度来看，人类天生具有对新奇事物的好奇心和探索欲。当一项具有颠覆性的技术创新出现时，它会迅速吸引人们的注意力，并激发人们的创造力和创新精神。同时，科技浪潮也符合马太效应的规律。那些率先抓住科技浪潮机遇的企业，往往会获得更多的资源和优势，从而进一步扩大自己的领先优势，最终形成垄断地位。在应用方面，了解科技浪潮的规律和趋势，对于我们每个人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对于企业家和创业者来说，可以帮助他们更好地把握市场机遇，制定正确的战略决策。例如，在移动互联网浪潮到来的时候，那些敏锐地捕捉到智能手机普及带来的机遇的企业，如苹果、谷歌、腾讯等，都成功地站在了浪潮之间。对于投资者来说，可以帮助他们更好地评估企业的价值和未来发展前景。例如，在人工智能浪潮兴起的时候，投资者如果能够及时地认识到人工智能技术的巨大潜力和应用前景，就可以提前布局相关领域的投资，从而获得丰厚的回报。书中有一段话非常经典：科技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它有着自己的规律和节奏。我们只有顺应科技浪潮的趋势，才能在时代的洪流中立足和发展。这句话深刻地揭示了科技浪潮的不可抗拒性，也为我们指明了方向。2. 伟大企业的成功密码。在《浪潮之巅》这本书中，吴军博士对许多在科技浪潮中崛起的伟大企业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研究，揭示了他们成功的密码。首先，创新是伟大企业的核心驱动力。书中以苹果公司为例，讲述了创新对于企业的重要性。苹果公司以其卓越的产品设计和用户体验而闻名于世。从 iPad 到 iPhone， 再到 iPad， 苹果公司不断推出具有创新性的产品，引领着科技潮流。苹果公司的成功并非偶然，而是源于其对创新的执着追求和对用户体验的高度重视。从心理学角度来看，创新是人类进步的动力源泉。当一家企业能够不断地进行创新时，它就能够不断地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需求和期望，从而赢得消费者的青睐。同时，创新也能够激发企业内部的创造力和活力，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在应用方面，企业要培养创新文化，鼓励员工提出新的想法和建议。例如，谷歌公司就非常重视员工的创新精神，
设立了20%时间制度，允许员工将20%的工作时间用于从事自己感兴趣的项目，从而激发了员工的创造力和创新精神。此外，企业还要注重研发投入，不断地进行技术研发和产品创新。例如，华为公司每年都将大量的资金投入到研发中，不断地推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和产品，从而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书中还提到，伟大企业都具有强大的执行力，执行力是实现企业战略目标的关键因素。书中以亚马逊公司为例，讲述了执行力对于企业的重要性。亚马逊公司以其高效的运营效率和强大的执行力而著称。从仓储物流到客户服务，亚马逊公司都建立了一套完善的管理体系，从而确保了公司的各项业务能够高效的运转。从心理学角度来看，执行力是人们实现目标的保障。当一家企业具备强大的执行力时，它就能够将企业的战略目标转化为具体的行动方案，并有效地执行下去，从而实现企业的战略目标。在应用方面，企业要建立科学的管理体系，提高运营效率。例如，丰田公司就以其精益生产方式而闻名于世，通过不断地优化生产流程，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从而实现了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此外，企业还要加强团队建设，提高员工的执行力和工作效率。例如，通用电气公司就非常重视员工培训和发展，通过不断地提高员工的技能和素质，从而提高了企业的整体执行力和竞争力。3. 领导力的重要性。在科技浪潮中，领导力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吴军博士在书中对领导力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阐述。首先，领导者要具备战略眼光和决策能力。在科技浪潮中，市场环境变化迅速，企业面临着各种机遇和挑战。领导者需要能够准确地把握市场趋势，制定正确的战略决策。例如，微软公司的创始人比尔·盖茨在互联网刚刚兴起的时候，就敏锐地洞察到了软件行业的巨大潜力，并果断地决定将微软公司的发展方向转向软件领域，从而奠定了微软公司在全球软件行业的霸主地位。从心理学角度来看，战略眼光和决策能力是领导者必备的素质。当领导者具备战略眼光时，就能够站在更高的角度看待问题，洞察事物的本质和发展趋势，从而做出正确的决策。同时，决策能力也是领导者实现目标的重要保障。当领导者具备决策能力时，就能够在面对复杂的情况时，迅速地做出决策，并有效地执行下去。在应用方面，领导者要不断学习，提高自己的知识水平和综合素质。例如，通用电气公司的前 CEO 杰克·韦尔奇就非常重视学习，他每年都会花费大量的时间阅读书籍，参加培训和学习考察，从而不断地提高自己的知识水平和综合素质。此外，领导者还要善于倾听他人的意见和建议。例如，苹果公司的创始人史蒂夫·乔布斯虽然性格固执，但他也非常重视倾听团队成员的意见和建议，从而不断地完善自己的想法和决策。其次，领导者要具备强大的领导力和影响力。领导力是引领团队实现目标的能力，而影响力则是影响他人行为和决策的能力。在科技浪潮中，企业需要不断地进行变革和创新，这就需要领导者能够带领团队共同奋斗，克服困难。例如，华为公司的创始人任正非就以其强大的领导力和影响力，带领华为公司从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小公司发展成为全球领先的通信设备供应商。从心理学角度来看，领导力和影响力是领导者实现目标的关键因素。当领导者具备强大的领导力时，就能够激发团队成员的潜能，调动团队成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实现团队的目标。同时，影响力也是领导者赢得他人信任和支持的重要保障。当领导者具备影响力时，就能够影响他人的行为和决策，从而更好地实现自己的目标。在应用方面，领导者要以身作则，为团队树立榜样。例如，亚马逊公司的创始人杰夫·贝佐斯就以其严谨的工作态度和强烈的进取精神，为亚马逊公司的员工树立了榜样。此外，领导者还要善于激励团队成员。例如，谷歌公司的创始人拉尼·佩奇和谢尔盖·布林就非常重视员工的激励，他们通过各种方式，如股票期权、奖金、晋升机会等，来激励员工的工作热情和创造力。4. 拥抱变化，勇于创新。在科技浪潮中，变化是唯一不变的真理。吴军博士在书中强调了拥抱变化、勇于创新的重要性。首先，我们要以开放的心态面对变化。科技的发展日新月异，新的技术、新的商业模式、新的市场需求不断涌现。如果我们总是抱着旧有的观念和思维方式，就很容易被时代所淘汰。例如，诺基亚公司曾经是全球最大的手机制造商，但由于其未能及时的适应智能手机时代的到来，最终走向了衰落。从心理学角度来看，以开放的心态面对变化，需要我们克服对未知的恐惧和对失败的恐惧。当我们面对新的事物时，往往会感到不安和恐惧，这是人类的本能反应。
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勇敢地克服这种恐惧，以开放的心态去接受新事物，我们就能从中获得新的机遇和成长。在应用方面，我们要不断地学习和探索。例如，我们可以参加各种培训和学习活动，阅读相关的书籍和文章，了解最新的科技动态和发展趋势。此外，我们还要勇于尝试新的事物。例如，我们可以尝试使用新的产品和服务，参加新的活动，体验新的生活方式，从而拓宽自己的视野和思路。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小编也要下班了，谢谢大家。